我用华为纯血鸿蒙当主力机用了1个月，从 P-RO 80 Pro 加到这一台 P-RO 80 Ultra， 这1个月发现的东西可真不少啊！这一期我们将非常详细的告诉你，2025年8月初有关纯血鸿蒙的一切。很多问题不是靠产品的对比产出的，而是你真正的把这台手机当主力机，你才能发现很多的问题。我们主要讲缺陷、自费购机、原创体验。总结了不少，还希望老铁们可以给个3连补身子。我们先把所有的日常软件挨个过一遍。目前国民软件微信的功能已经足够应付日常的使用了，聊天的功能以及小程序等等都已经适配的不错，可以放心使用。只是在特定的功能使用体验上存在部分缺失。我们一口气把它说完。发送定位可以发呀，但是无法和别人共享实时位置。加好友可以加，但是无法填写预留的招呼信息，也没办法添加图片，很不友好相亲的用户啊。发消息可以聊天，但是长按消息无法进行搜一搜。可以发图片到朋友圈，但是进朋友圈没办法上传 live 图片，也没办法看 live 图，没办法设置朋友圈权限，我连设置个朋友圈展示的时间地方都没有。小程序可以下拉打开，缺少顶部搜索按钮，可以正常接收消息通知，但是点击对应的个人消息跳转的是微信首页，消息太多的话，你还需要下拉去找。打开微信首页会跟 iOS 一样转圈圈转一会儿。当你在微信的应用内去浏览文章或者是购物的时候，即使你的朋友给你发消息也不会再通知，只有你返回到微信的首页才能看到消息。发现里缺少附近人的选择，钱包里接应账户不支持系统打开，问就是不支持。微信的动图朋友圈封面不支持打开，不支持长按微信进入扫一扫。微信的游戏通知包含游戏的信息，大部分不支持打开。在特定的小程序通知，鸿蒙会直接白屏。所以单就微信来说，日常使用聊天分享肯定问题不大，但是距离完全体还有不小的差距。讲到这，是不是体验的比较全面？点个赞，我们继续。至于 QQ 这类的软件，也是同样满足日常的聊天，问题不大。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聊天仪式感类似会员装扮玩法就没有了。下面我们来说说媒体的视频平台某书、某站、某博以及某音这一类的软件问题。某书有部分系统消息点击查看详情无法打开，别人给我发的卡片也显示当前版本不支持打开。某站现在基本看视频的用户该有的功能都有了，但是对于创作者依旧不是太友好，缺少了直播数据、主播活动以及商业活动的功能。还好我暂时不需要用到这些数据。UP 主的小助手里，安卓手机一条信息页面可以直接点击网页链接进行跳转。鸿蒙把链接全部显示出来，比较冗杂，而且不可跳转。这里还包括一些叠加评论，都不支持跳转，可以一键上传和发布图文动态，但是无法实时拍摄上传，更没办法进行直播。某音也比较类似刷视频、点赞、收藏这类的都没问题，但是作为创作者来说，创作者中心整个模块都没了，并且一直缺少顶部扫一扫的按钮。某博在点击某些词条会给你一个不支持或者暂未开放的提示语。这一类的软件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但是你这不支持那不支持，多少还是有点硬伤的。淘宝这次体验下来非常舒服，已经无限基于完全体了，不仅动画丝滑流畅，该有的功能也都有。而京东和淘宝的动画和细节上都差不多，都是要领先于安卓的机器的。但是在打开应用的过程中会有短暂的卡顿堵塞，在流畅度和丝滑度上不如淘宝。不过淘宝在聊天的页面也同样不支持搜索的功能，你没办法在跟客服聊天的过程中编辑发送的图片进行裁剪和标记。我是京东 Plus 会员，可以通过积分去兑换权益，但是当我想兑换体检的时候不支持打开。支付宝在偶发情况下打开余额或者余额宝需要加载很长的时间。路边电梯遇到可以碰一碰领红包的活动，用鸿蒙多半是打不开的，而安卓却可以打开参加活动。外卖这类的软件，重点其实并不在显示上，毕竟实时窗口能展示就已经 OK 了。真正的问题是，我在某团买了券，
某团的活动大家知道的就是消费膨胀，尤其是在外卖大战的时候，一般5块钱的券是可以膨胀到10到15元的，而鸿蒙居然没有膨胀这个功能啊！难道说爵士吃饭也要高人一等吗？音乐类的软件，网易云音乐居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纯血鸿蒙的版本推出，而 QQ 音乐做的形态啊，其实我还是相当喜欢的。只有首页和我的信息页面没有那么多广告、听书、金币、会员等等这一类的倒头功能啊。但是啊 ，QQ 音乐是可以看一段广告后，让你拥有一个小 VIP， 可以免费听歌30分钟的。而这个在鸿蒙里并没有这个选项。如果你想听 VIP 的歌，那你可能就只能充 VIP 了。这很绝世啊！二手市场对于我们来说是逛的最多、使用最多的软件了。可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小黄鱼上却只能发送图片，和卖家语音通话沟通，小运费的平台转账需要面交发送实时位置、推荐宝贝链接，这些功能可都是确实能用得到的好功能啊！就拿语音通话来说，我卖出的商品或者我拿出的商品，有的时候真的需要打个语音电话沟通一下的，却一个都没有。在发布商品的时候缺少 AI 帮写的功能，也不可以把你的发布的商品进行一个简单的编辑和裁切，也没有一键转卖的功能模块。当你在逛商品的时候啊，无法打开右上侧的红点按钮来查看消息，当然你也没办法通过聊天记录的关键词啊去搜索对应的商品以及链接。我已经寄出的快递啊，始终无法手动粘贴顺丰单号。后来我发现啊，在黄鱼 APP 里都没办法进行粘贴，使用下来非常割裂。令我感到愉悦的是，目前鸿蒙已经支持某讯的漫画软件，并且在浏览上也可以保持丝滑流畅，再也不会有卓一通的软件无法通过鸿蒙微信快登的尴尬。不过同样在看漫画的过程当中，无法进行实时弹幕的查看，我的页面啊也没有历史记录的查看。至于其他的极客类的发烧友的一个 APP， 像 DJI 的3件套啊、相机的连接软件啊等等，还是没有进行适配的。接下来是游戏方面，王者荣耀和吃鸡这类的游戏已经上线，讲这类的博主还是很多的，这里我们也不多提了。我一直很期待的金铲铲却迟迟没有上架，反而上架了火影忍者这类的手游，多少让我有点意想不到啊！所以我就立马进去试试了。毕竟咱以前也是拥有火之意志的村里人。那么进村之后啊，体验感觉就有点跟不上趟了。这款游戏的所有帧率全部锁在了60帧，给人的感觉很卡。最关键的是决斗场依旧只能锁在60帧，给我的游戏体验非常差。希望后面可以开启更高的帧率啊。而鸿蒙后续的游戏更新，包括目前卓一通可以下载到的游戏，很大概率都会锁帧率。而锁帧率是对游戏体验最大的硬伤。如果你很爱玩游戏，那么你还是不要选择鸿蒙了。第一，芯片落后对于日用影响体验可能不是太大，但是落实到游戏中锁帧就会比较严重。第二，鸿蒙依旧没有很多的游戏上线，用户还需要等待。另外，我还发现了在原来华为手机里出现的好用的功能啊，像 AR 测距，在原生鸿蒙里都是没有的。在软件和软件之间的跳转和关联，常见的跳转至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跳转至微信快登、支付宝快登，这些基本上差不多了，但是还有一些细节做得不够好。淘宝你不能将你买过的东西一键转卖发到小黄鱼，已经用百度 APP 进行了登录，但是百度地图却不能通过我的百度 APP 关联登录。我有百度和高德地图，我想通过定位查看他们地图的位置，手机只能通过高德地图打开，打开后的链接还是安卓的。卓一通下载需要微信快登的软件，说不支持通过鸿蒙微信登录。对于华为鸿蒙的生态构建，作为消费者我表达绝对的支持，因为鸿蒙的动画丝滑程度可能安卓永远都做不到，那真的是浮在水面上的丝滑感。但是如果你让我用这样一台手机当主力机，我会在使用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问题，有些影响入用体验，有些需要我自己想办法解决，有些就直接不支持了。
随着使用体验的推移，你还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可预知的问题。就比如你今天买了一个很小众的新奇玩意，比如摄像头，比如随身的 WiFi， 你很可能用鸿蒙的手机就扫不了它的软件。所以我强烈建议，如果你跟我一样想要支持或者使用纯血鸿蒙啊，你是一定要双持的，不管你是持有一台 iPhone 还是一台安卓。而华为这边也一定会义无反顾地将纯血鸿蒙生态推送到底。接下来的 Mate 80系列100%也会出厂自带。加油吧，华为！鸿蒙还需要经历考验，还需要经历沉淀。我们 Mate 80再来评测鸿蒙系统，看看它到底改变了多少。欢迎你关注，我是百森。喜欢视频也别忘了给博主一个赞，一个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